大家好，欢迎回到本周冯特报，我是各位的中国人实习生导师 ，A.K.A 中间选民波特王。提醒，如果是第一次点进本频道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号称中国版的 Discovery。带您一起探索最真实的中国。本集影片截稿时，于全球性非政府组织阿瓦兹网站上发起的为于朦胧讨公道联署已经突破25万人次。虽然联署不一定能让真相大白，但不联署的话，连让这件事在国际上曝光的机会都没有。很多人为于朦胧抱不平，其实不一定是他的粉丝，这些愿意加入声援的人，更多是基于自身内心的一份良知而驱动我们这么做。大家了解到一位善良的人被中共红二代迫害。然后看着凶嫌们依然逍遥法外，至今没有半个人出来负责。看见一位在中国拥有2700万粉丝的影星都能遭到中共如此迫害，那更何况是其他没有名气的一般百姓？于朦胧的冤案，就算还不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这事件引起的连锁反应与带来的众怒是不容忽视的。我认为这股能量是很强大的。目前观察下来，为于朦胧声讨的人，已经是不分立场，甚至是跨越国籍，是由内心存在良知的众人团结起来，要求立案，要求公道。这次的事件能烧这么久，显然是中共没有想到的。于朦胧到现在变成人们追讨真相、团结抗争集权的一个契机。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按赞、留言、分享影片，一起来把稻草一根一根堆叠上去。今天影片看完后，也可以去线上联署一下。在整理于朦胧冤案时也是有看到很多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消息。说实话，不好核实。我也有看到网络上有些传说这件事跟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有关系。最新消息在于朦胧现场一直有一个身穿白色衣服、身体发福的男人是中老年男人。这个人一直没有对上号。那么很多网友去深拔发现他既不是方励，也不是王功权，而是习近平的亲弟弟习远平。这个网友通过对比现场人物和习远平的五官，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包括眼睛、鼻子、下巴，整个身体形状全面进行对比之后，发现现场的那个人和习远平的相似度高达80%。那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事情的水就深不见底了。如果是按照以前我做节目的习惯还没有那么确定的爆料，我自己是不会在节目上说的。但这次我觉得无所谓了。这部分让我说明一下为什么以前我谈别的事件会避免这情况，是因为有时中共网军会故意放错误黑料。当大家开始讨论中共不想大众讨论的话题时，先放错误资讯，然后派人出来澄清错误资讯。为何要这样呢？我举例来说，原本最早传出的 A 事件是真的，但中共为了带风向，会不去澄清 A 事件，反而是另外捏造出一个 B 事件。而当大家开始一起讨论 A 跟 B 事件时，中共网军就会出来澄清说 B 是假的，然后偷换概念，带风向暗示说那 A 肯定也是假的，最后让整个事件被混淆淡化。这将会导致部分人开始担心说错，而不去谈论此事，结果最初的 A 事件就会慢慢淡出众人视野。这就是为何我过去聊别的事件时，我会避免没有确定的事情而选择先不讲的原因。有时我也还会为了提升观众媒体识读能力，会拿来当案例，虽然反而变相帮中共澄清那些假的黑料，但我的用意是让大家明白中共政府的手法。可是这次事件我认为不一样，因为于朦胧是真的已经被迫害到登出了，而且现在中共的手法与态度是摆明了无所谓。中共红二代就是一副反正你们一般人也拿我没办法，墙内敢讨论就删文封号，明星好友敢发声就威胁。所以既然这样我觉得反而要放开来。基本上于朦胧事件这次我看到什么我就会拿来讲一下，就算事后被证实是错的也没关系。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这件事有更多讨论，讲出来也是希望各位观众理解，然后不用怕说错，我们就直接借力使力，看能不能又逼到中共自己又出来澄清。以及我后来了解到一个令我非常心碎与愤怒的消息，这则就比较确定了，那就是连于朦胧的毛小孩都被夺取性命。于朦胧生前曾公开说过，他的狗狗对他很重要。这2只小狗陪伴了我3年，对我来说，他们俩不仅仅是宠物，更是我的家人。你每次在出短差的时候，会在心里惦记着他们；在出长差的时候，我一定会把他们带到我的身边。他们不仅仅给我带来了快乐，更让我学会了更加开心。说自己连出差时都担心着毛孩也补充一下，那只柯基叫福利，法斗叫火腿。那案情拼凑到现在，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共红二代最初是用拐骗的方式让于朦胧去参加聚会，而在聚会前，于朦胧本人也没想到这次聚会是陷阱，所以他有带着其中一只狗狗福利去参加聚餐。结果后续就是于朦胧被施暴。这虽然先前整理有讲到过，但当时没有讲到的是狗狗这段。当下于朦胧的狗狗因为护主心切，就在旁边一直叫，而那群施暴者因为已经杀后眼，所以没有收手，还当场弄挂了鱼的毛孩。因此现在就有了这么一
段该社区的邻居在厨房偷拍录下的录音档流出，内容是于梦龙撕心裂肺地喊自己毛孩的名字，说自己的毛孩被弄死了，要跟对方拼命。整理资料时看到这段啊，我自己是非常心痛与不舍，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家里也有养过狗，所以对于毛小孩的事情啊特别有共感，太伤心了。提醒各位，接下来的外流录音片段会让人感到很难受。但我放这段用意是证明有这录音档之外，同时也是帮于梦龙这位受害者做证据留存。不过能理解可能会有不敢听的朋友，所以要是你觉得自己会受不了的，可以先转静音，看字幕就好。以下的内容会比较沉重，但我觉得这段内容不能略过，因为它显示了事件的残酷本质。太受死我了！我累了，我累，我累中共高官的红二代、红三代们啊，真的丧心病狂，杀人还要诛心啊！在了解到这段之后啊，这也是为何这次我会认为，即便有些爆料在口耳相传下有一点加油添醋，那也没关系，因为是中共政府自己不愿意立案调查，加上中共本身就在造谣了。这事件到现在没有验尸报告，没有告别式，没有立案，依然只有草率地说是意外坠楼，忽略了诸多疑点与证据。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又何必核实那些对中共政府不利的谣言？何必变相帮中共澄清中国是监视器大国？偏偏这种时候说社区监视器坏掉没有画面，还就刚好坏那一段时间，这谁信啊？于梦龙出事的社区还是高级住宅区耶！墙内翻墙出来看我影片的中国网友，如果想要拼一次天亮，真的现在不用特别花心力去管关于于梦龙的一些消息是不是谣言，因为现在这个不是重点，而且当前最大的谣言就是中共政府自己造谣出来的，胡说这整件事只是单纯的意外。现在最重要的是借由于梦龙的事件，让更多人看清中共政府是怎样封锁消息，是怎样迫害朦胧，让更多平时不关心政治的人明白中共红二代、红三代是如何迫害中国演艺圈，又是如何动用国家机器抹去罪证，还试图让众人闭嘴，让越多人了解到这部分越好。顺带一提，也因为于梦龙这3个字在墙内会被审查，导致很多中国网友想讨论这事，或想提到于梦龙名字，让还不知道的人关注此事，就会改用于来代称于朦胧，结果太多人用了，反倒莫名让卖鱼货的直播和钓鱼账号从9月底开始陆续被封，钓个鱼就被封，卖鱼也被封，这件也是蛮衰的。但从这边可见，中共真的很害怕有人讨论于朦胧案情，在墙内还有商场广告墙被拍到有默默播放于朦胧的影像。萤火照夜空，山朦胧。虽然该投影内容没有写太多资讯，只有写我是于朦胧几个字，广告墙上的影片啊也没有声音，但这已经是墙内民众通过这种方式想让大众持续关注于朦胧冤案，不愿让真相被中共的舆论管控给掩盖。然后上次影片底下除了一些洗地的中共网军之外，我还有看到这样的留言：其实朦胧兄就好好当个军火商不好吗？爽爽的当顶流。坦白说，我一开始看到这则留言的时候啊，真的愣住了。居然有人觉得，既然反抗中共会被迫害到没命，还不如乖乖当他们的奴才比较聪明。居然真有人会这么想，但想想也是啊，一样米养百样人，好像也不能怪这人有这种想法。只不过我会觉得这人啊，很适合当中共的韭菜就是了。所以网友认为你应该是想的太简单了，你要那样的话，是身体得随便给人玩弄，同性异性都有，你可以吗？你说出这种话之前，应该要思考一下，人活着是为什么？是为了成为别人的奴隶吗？是为了当中共掌权者圈养的家畜吗？还是为了当共党的器官库？不可能吧！而且那样活着，还真的算活着吗？有些人活着只是肉体还在呼吸，但于朦胧选择活成一位有尊严的人，他想活成一位能自由选择，而不是受中共掌控的人。即使这份代价很沉重，但他仍不屈服，而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反抗，收集证据，想揭露。因为对他而言，同意屈服的那一刻，他才是真的死了。
或许像你说的，于朦胧如果配合中共，让那些掌权的男男女女任意骚扰，当成玩物，是可能可以继续活着，没错。但于朦胧原先将遭到迫害的这个角色并不会就此消失，因为体制没有改变，所以被夺取性命的对象只会换成另一人，而他的角色也会被迫从被害者转变成帮凶，如同当天夺走他性命的17人一样。有些参与迫害的人可能不一定真的想要于朦胧的命，但他们为了自保，所以在现场也不敢阻止，只能配合，避免自己变成被欺负的对象。这也是为何于朦胧没选择屈服成中共红二代的玩物。也正因如此，于朦胧才会是于朦胧。于朦胧冤案，我们大家一起关注到现在，都可以知道于是本性善良的人，也有底线，不愿被包养，所以先前才被冰封3年。好不容易复出后，开始演戏，也渐渐有名气了，结果又被另一群魔鬼盯上，但他依然不愿意配合对方，还试着反抗。虽然结果来看，他没有反抗成功，还丢了命，但他算真的死了吗？在我的角度来看，他没有真的死。于朦胧只是身体被夺走，但他留下的是一个拒绝跪下的灵魂，而这样的人是真正活着的人，以及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个灵魂被遗忘。那不知道大家对于今天影片有何看法？欢迎影片下方留言。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也欢迎各位加入我 YouTube 频道或使用单字超级感谢支持这个单元运作。我是波特王，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每周送关怀，满心送关爱。